狮子妈妈一胎产下5只幼崽，谁料其中一子竟是一只是通体雪白的白狮。这离奇的一幕刚好被狩猎归来的狮王撞了个正着。白色不是什么情况？金沙，我出去追个战马，你给我生出一只白的。世宗，你听我说，他也是我们的孩子。我们的孩子。狮王赤宗低头闻了闻那只白色幼崽，脸色当场就黑了。我赤宗，猎3狮群的狮王，祖宗18代都是金毛狮子。你现在告诉我，这个白毛团子是我的种？他身上有我的气味，也有你的气味，你自己闻不到吗？我闻到的是灾祸。赤阳草原亦流传着一句话：旱季最黑的夜里，若白狮降生，救亡将陨落。金沙，你少糊弄我，这崽子就是灾星。世宗，他才刚出生。灾星就该提前处理掉。话音刚落，世宗猛地低头。刚生产完的金沙身体虚弱，却还是拼命扑上去。你敢动他，我就带着剩下4个孩子离开猎孙狮群。你为了一个白毛怪胎，敢威胁狮王？他不是怪胎，他是我的孩子。可此时，那只白色幼崽已经软软垂下脑袋，连呼吸都快没了。与此同时，草原边界的人类禁区里，野生动物摄影师蒙大正趴在草丛里给一只被铁丝套住的小鹿剪铁丝。别动，小家伙，马上就好。铁丝刚剪断，小鹿撒腿就跑。蒙大刚想松口气，远处受惊的水牛群却突然冲了过来。我去！下辈子我再也不碰牛了。等蒙大再次睁眼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一张巨大的狮子脸，顿时吓傻了。我去，我不是被水牛撞飞了吗？怎么一睁眼又进狮子窝了？我去，我穿越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冰冷的机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。丁，草原王印系统绑定中，当前身份新生白狮幼崽，当前排行老3，新手礼包发放，动物沟通语已解锁，新手任务发布，活过出生第1页，任务奖励基础生命力强化。系统的声音刚结束，下一秒周围混乱的狮吼声竟然全变成了蒙大能听懂的话。金沙，这只白崽不能留。谁敢碰我的孩子，我就撕开谁！等等，我真能听懂狮子说话了。金沙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这只白崽可以暂时不死，但它不能出现在狮群面前。他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养大的。如果它引来一次灾祸，我会亲自咬断它的脖子。孩子，别怕，别怕，妈妈在，妈妈不会让任何东西伤害你。前世的我拍过无数动物母子，却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被一头母狮护在怀里。警告：宿主体温过低，建议立即摄入狮奶。喝奶？我心理年龄20多，你让我一睁眼就喝奶，这多少有点难为情啊。傻孩子，饿了吧？快吃。算了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先干饭，再谈尊严。还挺好喝。濒死状态+2，幼崽成长1小时。好家伙，喝奶还能加点儿，还能加存活时间，这不得猛干！喂，白毛怪，你站的是我的位置。大哥，我也饿，他吃的好快呀。废话，他刚才差点死了，现在像在补习。他刚才确实没气了。闭嘴！老3是白的，肯定不是我们猎从狮群的种。那他是哪里来的？可能是秃鹫蛋孵错窝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这窝师兄师弟，一个骂我白毛怪，一个怀疑我来路，一个说我是蛋。嘿嘿。老大，他是你们的3弟，
谁再敢叫他怪物，我就让谁今晚睡洞口。洞口冷，还有猎狗。我又没说要真赶他走。哼，老三，你给我等着，等妈妈不在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哼，小屁师，你三哥前世拍过3年狮群纪录片。哼，你们什么时候抢奶，什么时候打闹，什么时候犯蠢，我门儿清。微弱嗅觉识别生效，检测到危险气味，种类猎狗，当前宿主无法正面对抗。不是吧？狮子爹刚走，猎狗就上门，这草原是没有新手保护期吗？唉，新生幼崽的味道，还有一只白色的猎狗。二哥，我不想被吃。你再抖一会儿，猎狗没进来，我先被你抖晕了。怕什么？我可是老大。老大火巴嘴上很硬，身体却已经悄悄往金沙尾巴后面挪。而此时母狮金沙刚生产完，身体还很虚。如果猎狗硬闯，它能守住正面，却未必护得住所有幼崽。猎狗探子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。小白崽，你这颜色，女王大人一定喜欢。躲！我这身白毛，躲哪儿都像草原上的灯泡。蒙大眼角瞥见旁边有一簇带刺的灌木，既然当不了隐身鬼，那就当诱饵。他立刻装出被吓傻的样子，歪歪扭扭往刺丛边滚。不要过去！看见没？白毛不是缺点，白毛是鱼饵。我就说吧，刚才要不是我站在这镇场子，他早冲过来了。蒙大，你没事吧？有事，很有事。行吧，坐会儿。出生第1天被亲爹咬，被哥骂，被猎狗叼，3连，挺全乎啊。这新手村是不是搞错难度了？恭喜宿主完成首次危机存活，微弱嗅觉识别稳定，新手任务进度出生第1夜存活中。行，挨揍归挨揍，经验是真给。另一边，那只受伤的猎狗一路逃回伏古洼地。怎么伤成这样？女王，猎宗狮群生了一只白色幼崽，白色，而且那小东西会射套。白狮幼崽，赤宗最怕的东西竟然真的出生了，有意思，有好戏看了。而此时的蒙大还趴在金沙怀里，以为自己终于能安稳喝口奶，他却不知道自己这身白毛已经被涛冈之王猎狗女王盯上了。白狮降临的第1夜，蒙达刚在母狮金沙怀里睡熟，鼻尖突然一抽，警告：猎狗气味接近，数量3。3只，是白天那只探子把帮手带回来了。蒙大扫了一圈黑漆漆的洞，5只崽，1个虚弱的母狮，再没别的了。不妙，母狮临产会离群独居，找个隐秘地方偷偷把崽生下藏好，等崽长到能跑，再带回狮群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洞方圆几里只有我妈一头成年狮，没有狮群，没有狮王，没有任何帮手。这下怎么办？此时，洞外的黑暗里先后亮起3对幽绿的光，最前面那只停在洞口3步外，后面几只一左一右，慢慢散开。赤宗不在啊，伏古洼地的猎枭，你带了2个，我带了2个是给你脸。伏古洼地那头还卧着我整整一群猎狗，我现在朝夜里叫一声，天亮之前，这个洞就会被踏平。你跟你这5个崽，一个都跑不掉。 3只，别出声。怕什么？危机评估，母体战力不足以同时压制3方，更不足以对抗猎狗群。触发隐藏事件，识破猎枭真实意图，说明真正的危险不是他的牙，
是他藏在心里的目的。不是他的牙，是目的。对，他说一声就能叫来狗群，可他没叫，他在等。等什么？我不是来打架的，金沙，我是来跟你做笔交易的。把那只白的给我，我带人连夜就走，绝不碰你另外4个崽儿。1只白崽换你们4个，这买卖划算。他是我的孩子，一个都不给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哼，等等，不对劲，他有整群猎狗，真想要这崽，朝夜里一叫，群狗围上来，我妈再怎么拼也只能护住1、2个。他抢走我，易如反掌，可他没叫，他只带了2个，站在洞口，跟一头虚弱的母狮慢条斯理的谈。他亲自来，是因为他要的东西光靠抢不到。孟大，别出来！妈，他不要我。哟，会说话的奶仔。你说你叫一声就能踏平这个洞，我信。可你从进洞口到现在一声没叫，只是慢吞吞谈交易。你要真想抢我，早就扑上来了。你白天的探子回去报信，可探子说不清，所以你亲自跑这一趟。你要亲眼确认猎宗狮群是不是真生了1只白狮。三哥这脑子娘胎里带的。蒙达，你怎么会？一头手握群狗却舍不得动手的女王，要的从来不是一口肉。烈笑，我儿子说的对，你要真想要他，早动手了。想动我儿子，先从我身上踏过去。好，算我今晚白来。隐藏事件，识破真实意图，达成。被动技能危机洞察，临战时可微弱预测敌方意图，成长点+5，加5点，还送被动。可我怎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？不过金沙，我得谢谢你儿子。什么意思？刚出生就看穿了我，这草原上活到老的都没这本事。你不抢我，是因为我活着比死了有用。聪明，聪明到我都舍不得碰你了。话音落尽，3对绿光先后没入夜色。洞里，金沙下意识把蒙大往怀里又拢了拢，劫后余生的4只崽摊成一团。三哥把3只猎狗用嘴说退了。算你今晚有点用。哟，老大这冰山开始化了。旱季的夜风重新起了，卷过干裂的草甸，把洼地那头一声悠长得意的猎狗笑送出去很远很远。而在草原另一头，那头追了1天斑马、迟迟没归群的狮王赤宗，缓缓抬起了头，望向猎宗狮群的方向，仿佛风里那一丝不安已经飘到了他的鼻尖。白狮，白狮，他低低地重复了一遍这2个字，声音里听不出是期待还是杀意。然后迈开了归路的第1步。母狮一胎诞下5崽，谁料有1只却通体雪白。这离奇的一幕让狮群瞬间炸了锅，白色太亮，在草原上藏不住，被视作灾厄。更有白狮降生、救亡陨落的传说。狮王赤宗闻讯赶来，所有狮子都以为他会一口咬断白崽的脖子，可赤宗停在洞口30米外，他看着那只白崽，看了整整1眼。天亮时，他才转身离开，只丢下一句冷话：旱季来了，若连旱季都熬不过，就不配我出招。赤桑没说错，今年的旱季比往年来得更凶，水洼一天天缩小，最后只剩一圈发黑的泥。猎物群闻着水味，一夜之间迁得干干净净。
狮子洞里，母狮也越来越瘦。5只幼崽挤成一团，抢着那点稀薄的乳食。都让开，我是老大，我先喝。大哥，我也饿，你俩省点力气，妈妈都快喂不动了。话没说完，老陆星伟自己先低头蹭吃了一口。星伟，你嘴上劝着我们，爪子倒是挺诚实啊。我这是帮你们试试还有没有？试出来没有？没有了。一窝崽齐刷刷粘了下去。母狮金沙缓缓起身，几天没好好进食，她的肋骨一根根顶起了皮毛。乖，妈妈出去一趟，天黑前一定带吃的回来。蒙大盯着母亲的背影，他走得很慢，每一步都像要倒下一般。旱季的草原，饿死的幼崽，力竭的母兽，我前世举着镜头拍过太多次了。那时候我站在食物链外面，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成了当事者。随后一天，几只幼崽都待在洞里，没狮子敢出去。黄昏时，母狮金沙终于回来了，她空着肚子，一无所获。对不起，妈妈今天没抓到猎物。5只崽围上去蹭她，可她实在没剩多少奶。小牙饿得连哭都没力气，只剩小声抽泣。不能再等了，母亲再空跑一趟，就真的站不起来了。蒙达挣扎着爬到洞口，这座洞在高坡上，往西能看到一大片乱石洼，风正从那边吹来。蒙达仰起头，用力吸了一口气。第一阶感应技能启动，顺风气味溯源中。下一秒，蒙大的鼻腔像被火燎过，他爪子一软，差点摔倒。风里味道很杂，腐土、枯草、猎狗的骚气，还有一丝很淡的湿泥味。湿泥里混着蹄印和兽汗。找到了，旱季里猎物不会凭空消失，它们只会跟着最后一口水走。妈，别睡，往西，乱石后面有水，也有猎物。金沙愣住，这几天老三总说些没时听得懂的怪话，可这一次他的眼神很稳。你怎么会知道？妈，你就信我这一次。金沙看着这只白得反光的三儿子，最后竟鬼使神差的点了点头。于是他拖着空腹朝西走去。蒙达趴在洞口最高的石头上，他看不清乱石后面，但能看见母亲的位置。老五星伟也爬了上来。三哥，我帮你盯着妈妈。半晌后，母狮金沙绕过灌石，一片快干的泥塘出现在他眼前。塘边，一只半大的疣猪正在低头喝水，它很瘦，后腿还有旧伤。金沙眼神一变，真有猎物。1步，2步，3步，疣猪还没抬头，机会只有一次。金沙扑了出去，不能让他跑，让他跑了，我的孩子就没奶喝了。于是他强忍剧痛，咬牙追了上去。疣猪慌不择路，却一头冲进了泥塘深处，4条短腿瞬间下陷住。他越挣，陷得越深。金沙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他拖着那条伤腿扑了上去，一口咬住了他的咽喉。泥水翻腾了几下，终于平了。半晌后，金沙拖着猎物回来了。他一瘸一拐，每走几步都要停一下。洞口的5只幼崽全都站了起来。这一夜，除了蒙大，4只崽头一回吃了个饱。金沙守在旁边，舔着自己的伤腿，虚弱的脸上终于有了点笑。喂，白毛怪，这块给你，你吃，我喜欢喝奶。少装，你肚子都叫了。如果我生堆火烤着吃肉，他们会怎么看我？夜深后，一家人睡熟，火巴却悄悄睁开了眼。
他学着白天蒙大的样子，爬到洞口最高的石头上，仰起头，对着风一下一下的嗅。风里只有浮土和枯草，他什么也没闻出来。一样的风，一样的鼻子，凭什么他闻得到，我闻不到？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火巴蹲在洞口，第一次，他不是想压过老三，而是想弄明白，那身白毛底下到底藏着什么他没有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远处高坡上出现了一道黑影，那是一头成年雄狮，鬃毛黑里泛赤。他没有靠近，只是低头踩住脚边一截枯白的骨头。白狮竟然还能替母狮找食！赤宗啊赤宗，你怕的东西终于长出来了。旱季把狮子洞附近最后2个泥汪晒成了硬壳，能喝水的地方只剩西边那口源水塘。母狮金沙走之前，把5只崽一个个嗅过去，最后用下巴轻轻蹭了蹭蒙大的脑袋。我天黑前回来，守好洞口，谁也不准出去，尤其是火巴。为什么尤其是我？因为你胆子最大，脑子最少。今天母亲临走前又多蹭了老三一下，凭什么？一样的爪子，一样的牙，凭什么那团扎眼的白毛能做到，我不能？我也要去西边，我要比蒙大先找到水。于是趁洞里热得发闷，几只幼崽都眯眼打盹时，老大火巴贴着石壁悄悄溜了出去。火巴呢？大哥是不是去找妈妈了？蒙大走到洞口，低头闻了闻，火巴的奶腥味很淡，方向是西方，我去追妈妈。妈走了半天，你追得上吗？洞里一下安静下来。哼，天天和我抢乳食，天天叫我白毛怪，现在好了，跑出去给野兽送饭去了。唉，上辈子好歹是个人，见死不救这种事，要是真做了，晚上怕是睡不着。三哥，我陪你去。不行，辉儿手动，星伟、小牙，谁都别出来。要是我和火巴回不来，至少你们别一起送。蒙大沿着火巴留下的爪印追了出去。他这身白毛太显眼，在干草里像一块会动的骨头，他只能贴着乱石阴影走，每一步都尽量踩在石头背后。火巴的奶腥味越来越淡，反而猎狗的气味却越来越重。片刻后，当蒙大翻过一道矮坡时，他猛地压低了身子，坡下是一片干床，火巴正卡在河床中的一条裂缝里，而在缝外则站着一只猎狗。你别过来，我爸是狮王。狮王的崽怎么一个人躲石头缝里？还是说你被狮群丢了？我冲下去，只够他多添一口菜。硬拼是送死，一只成年压死一只幼狮用不了3口。打不过就骗，让他以为坡上有大家伙。别缩了，等我刨开这块石头，你连叫妈的机会都没有。信了，他以为坡上蹲着一头母狮。原来不是母狮，
又是一只崽。是蒙大，那个平时连洞口都不敢多走几步的白毛怪，竟然来到了这里。蒙大那么笨，跑出来是自己找死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何况他本来就是灾星。刚才坡顶那一阵阵滚落的石头，是蒙大弄出的动静。要不是他，厉狗现在跑的就不是白针根，而是堵住我的那堆碎石。哼，蠢死了！本大哥才不欠你的！你还敢回来？白毛，快跑！还能动吗？有点意思，一只还没断奶的小东西也敢撞我。蒙大毫无搏斗经验，几次险些秒中要害。蒙大胸腔里的热液正源源不断地流向四肢，猎狗越打越心惊。他明明比远前的小白狮重出数倍，几次绝力竟然都没能将它彻底压住。尤其是那双前爪，一旦抵住它的肩颈，力道大的像头已经长到半岁的狮子。这是和我一起出生的蒙大，那个走路慢、抢奶抢不过我，除了毛色一无是处的白毛怪，竟然独自挡住了一只成年猎狗。嚷什么？能动就往后爬！小白毛，我们没必要继续打，把那只瘸腿的留下，我放你走。他是我的大哥，你想吃他，就先把牙留在这里。找死！白毛！他再扑一次，我未必还能挡住，不能漏诺。这声音是风，还是闻到血腥味的成年狮子？哼，我记住你们了。
你刚才说的是真的？什么？我是你大哥？假的，哄猎老的。别乱动，骨头好像没断，但伤口很深。那也是我先回去救你的。对，大哥最厉害，你别阴阳怪气。有力气吵架，看来死不了。这些办法骗不过猎狗的鼻子，最多只能拖慢追踪，争取点时间。三弟，这是他第一次叫我三弟。今天的事儿不准告诉妈。你腿上4个牙洞，怎么瞒？哼，就说石头扎的。哪块石头会长猎狗味儿？反正不准说我跑出去以后又回去救你。为什么？要是让星伟他们知道，天天缠着我讲，烦死。还有，以后谁敢当我面叫你灾星，我就咬他。只咬一次，你别得意。笑什么？没什么。就是觉得今天太阳可能从东边落下去了。白毛怪，你招咬！刚说完不许别人叫，你自己又叫，我跟别人能一样吗？到了。大哥，你不是最能打吗？疼吗？哼，他皮厚，不疼。才不是，三哥流血了。三哥，这个称呼以前没人喊过他，今天小牙喊出来时，却没有一点犹豫，大家都认可他了。都是小伤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哭什么？又没人要死。石头扎的，长得比较像猎狗牙的石头，我就说吧，骗不过去。现在谁告诉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洞里一下安静了下来。蒙大把河床发生的事说了一遍，他没有夸大自己，也没有隐去火巴逃走后又折返回来的那一段。听到火巴主动回去救蒙大，金沙看了他一眼，火巴把脸埋进前爪，假装没有看见。以前总觉得自己只是借了一具幼师的身体，在这片残酷的草原上想办法活下去就行。可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明白，这些抢奶的、嘲笑我白毛的这些家伙，不只是同窝出生的幼崽，他们也是我的家人。是那只猎狗，它闻着火巴一路滴下的血，找到这里了。找到你们了，我的小宝贝儿。
小白毛，白天你拿石头砸我，今晚我带了6张嘴来陪你玩。二哥，外面有多少只？别数，数完可能更害怕。都退后。检测到成年斑鬣鸥7只哦，正面硬刚存活率6%。要开荒野感知吗？开了能更有力分析战局。开。探测到距离2公里左右还有几只大型动物，不知道是谁，方向也不确定会不会过来。是狮群的成年狮子吗？我们动静闹大一点，说不定能把他们引过来。女王，要不要把他们叫回来？叫谁？独儿，他以前毕竟是我们伏古群的。被赶出伏古洼地的那天起，他就不是我的手下了。他们做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愚蠢的独儿，竟然敢对狮王的幼崽动手！赤宗不是想杀那只白崽吗？他是想杀，可那是他的种，要动手也轮不到一群野狗替他咬。赤宗已经在这附近寻了3个晚上，独儿杀不了那只白崽。那您为什么不阻止独儿？因为我也想看看那只小白猫值不值得我留到血月。一头没吃饱饭的母狮，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挥几次爪。乖乖交出2只崽子，我们可以放你一马。你们都挤到我身后。妈，我们不能只守，守下去他们不用冲进来，耗也能耗死你。你想做什么？拖时间。我闻到不远处好像有成年狮子，怎么拖？你能不能撑住？你都没倒，我凭什么倒？辉儿，守妈妈右边，别冲出去他们咬，只留在这里顶住。星伟、小牙，守妈妈左边，火爸跟我。跟你去哪儿？我们和妈妈并排守洞口左侧，分担妈妈的压力。只要有斗狗冲进来，我们一起上。别白费力气了，兄弟们，上！失效，母狮体力下降，预计40息后完全失手。白毛，你鼻子死不了。把白的和瘸腿的扔出来，我给其他3只留个全尸。你先把另一只耳朵洗干净，等着。我最恨的就是别人说我的耳朵，兄弟们，撕碎它！已经重新规划生存路线。路线1，宿主退入洞穴最深处，宿主存活率71%，母狮死亡率93%。路线2，宿主主动离开洞穴，吸引2至3只敌对目标，宿主存活率29%，母狮存活率预计提升至50%。出生那天，他就是这样挡在狮王面前，把濒死的我护在怀里。现在他已经身疲力尽，还在死死挡住洞口。现在轮到我挡了。系统启动第2条路线，选择确认，已经规划，
正在导航，请立即冲出洞外，一路向南。火巴，这里交给你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我去把他们引开。哼，我闯的祸，我来背。火巴，回来！蒙大，蒙大！终于舍得出来了。不行，我得与火巴会合，不然他一个幼师对付不了一只成年猎龙。哼，你怎么又跟过来了？大哥，陪我抵挡3分钟。3分钟？你也太小看我了，我一个就能跟他们唠300回合。上一个这样说的大水牛，已经被我消化了。独儿，敢不敢跟我单挑？你赢了我任你处置，输了就放我们走。单挑？怎么，你怕了？连只幼师都不敢接？幼稚！我凭什么跟你讲规矩？上，撕碎他们！检测到2只猛兽正在接近，10、9、8、7、3、2、1。谁准你们碰列宗的王嗣？狮王赤宗，你不是？一只白崽出生45天，先引来伏骨女王，又招来7只流浪猎狗。哥，你还要告诉自己这只是巧合？妈妈，那里还有4只猎狗，快去救它！三弟，先去救金沙。此时，狮子洞外早已听到动静的猎狗四散逃进了夜色里。母狮金沙紧绷的身体忽然松了，他眼睛一闭，重重倒在石地上。母狮持续失血，重度脱水。如果日落之前得不到水分补充，存活概率将低于1成。回去躺着。他不只是失血，再这样下去，他撑不到晚上。坡下的水坑全干了，最近的活水在西乡，单程半日，来回最快也要1天。那就现在去。就算找到水，又怎么带回来？狮子没有手，也没有能装水的东西。西塘附近一定会有水囊果，果壳厚，里面全是水。只要找到它，就能把水带回来。你见过？没见过。那你怎么知道？我能找到。
一只还没断奶的白毛灾星，张嘴就说能找到救命的东西，你真把自己当草原的神了？金沙自从生下他，狮群就没安生过，旱灾猎狗死伤，谁知道他变成这样，是不是这身白毛克的？白毛这几个字，我听得太多了，争辩没有用，弱者的解释，在饥饿和恐惧面前一文不值。昨夜，火巴被一只猎狗逼近石缝，是这只白仔冲出去，把那猎狗引到了自己身上。他身上的每一道伤都是替自己的兄弟受的，他拿命换回来的东西，我信。你要为了他把狮群丢在这里，我不是为了他，我是为了我的母狮金沙。守好狮洞，猎狗要是再回来，你第一个顶上。日头爬到头顶时，大地已经被烤得发白。赤宗驮着蒙大赶了半日，终于来到了一处背阴的窄谷，谷底藏着山塘最后一眼没有干涸的活水，水面不大，却清得能照见天空。宿主心率异常，检测到严重应激反应，建议立刻远离刺激源。你怎么了？他老公牛而已。而已，你去把他赶走。我能赶，但他一旦发疯，我至少要断2根骨头。我不是怕他，你母亲在等我，不能把时间和命浪费在一场没必要的厮杀上。那就不打，你去和他谈谈。谈什么？狮子和水牛之间没有谈的，只有谁咬死谁。丁，荒野感知启动，消耗成长点1点。以往我只感知得到动物饥饿、暴怒、恐惧、凶狠的情绪，此刻老水牛带给我的却不止敌意，是满身疲惫伤痛，熬过旱季积压的绝望。它不是霸占水源，只是死守活命的最后一水。别过来，我们只想取一些水，不是来抢你底盘的。他同意了。检测到宿主第一次放下恐惧与敌意，第一次真正理解另一个生命，也第一次将自己的善意传递给对方。王王印第2阶段，万灵共鸣，觉醒。这老牛怎么会这么轻易让出水塘？他也不想打架吧？其实我早知道他不会冲过来。哦，喝你的水。启动溯源，需要消耗3点成长值。扣。你平时不是1分都舍不得吗？成长值没了还能赚，它没了，就真的没了。已经检测到凝血液还有水囊果位置，前者可以辅助伤口凝血，后者内部储存大量水分，硬壳能减少蒸发。这就是水囊果。是，这里面有水。可这么多枚果子，我最多只能一次叼住1个。你做什么？水囊果不用叼。那怎么拿回去？你趴下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你从哪里学的？
天生聪明。你最好真的是。回来了！他刚才已经不吞咽了，三哥，他是不是？不会。吞下去，你必须吞下去！你昨夜还骂我不听话，我现在把水带回来了，你不能连骂我的力气都没有。检测到母狮重新建立吞咽反射，脱水状态开始缓解，生命体征仍然危险，请继续救助。出血速度下降，生命体征趋于稳定，已暂时脱离死亡风险。母狮活下来了，至少今天他不会死了。草是他找到的，水也是他带回来的，连咱们这些成年狮子都找不到的东西，他一只幼崽却样样都知道。你们真不觉得奇怪吗？这不是本事，这是妖异。萧宗，我在说事实。白狮降临，救王陨落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预言。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怕？我不信预言。昨天他救出了火霸，今天金沙快死了，是他带回了水和草。他这一身白毛究竟带来过什么？我不听传说，我只看他做过什么。他不是灾星，他是我赤宗的儿子。从今天开始，谁再叫他白毛灾星，我不会答应。你这孩子又不听话。这一夜，再没有谁叫他白毛灾星。几天后，金沙的伤开始结痂，旱季的第一场小雨落了下来。雨不大，只够在坡地上催出一层薄薄的浓绿，却让整个狮群重新有了生气。前世我扛相机追狮3年，从不敢靠近10米，如今竟成狮王之子，上头是暴躁狮王，身旁4个兄弟总抢奶、打闹、扯尾巴。细想，重生成狮子也不是没有好处。现在整个狮群都在维护他，赤宗甚至当众认了他。你让我散布灾星的传言，结果反而让他成了英雄。所以说，你们狮子只会咬，不会动脑子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越是当众压他，赤宗就越会护他，他赢得越漂亮，其他狮子就越相信他。所以现在不能杀他，让他活着，让他救更多的狮子，让他得到更多的信任，让赤宗把他捧得越来越高。只有被所有人相信过的英雄，背叛时才足够致命。如果他没有背叛，他有没有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所有狮子看见了什么。你想让赤宗失去王位，我想让几个狮群为了西堂自相残杀。我们要的东西并不冲突。你想怎么做？3天后，3大狮群都会带着幼崽前往西堂，赤宗会带上蒙大，所有狮子也都会亲眼看着那只白崽。到时候只需要让他离开片刻，再让一只别族的幼狮永远闭上眼睛。你要杀一只幼狮？不，是白狮灾星要杀一只幼狮。
此时的狮子洞，蒙大正睡在金沙身边，小牙抱着他的尾巴，火巴和辉儿挤在左右。狮王赤宗独卧洞口，像一堵守护全家的红墙。可谁也不知道，一场为蒙大而设的杀机正在逼近。3天后，旱季尾声的阵雨过后，干涸了一整季的水塘重新蓄满。按照草原惯例，雨后第一口活水由3大狮群共享。这3日里，爪子都将会收起来。这就是西塘，水真多。上回你一个人乱跑，差点死在外头，这次别又犯蠢。你再提一次试试。三哥，那边这群好大。那是铁棘狮群，是我们列宗狮群的宿敌。喝水，别乱跑，尤其你，火巴。老妈，为什么每次都点我名啊？蒙大，南边我闻到了腐肉味，你鼻子比我灵，全群没人比得上。帮我确认一下，是不是有死兽卡在上游？要是西潭污了，狮群里的崽子都怕会出事。上游有多远？不远，白纸后头，看过去看一眼就回来。好，我马上回来。水源没有问题，但是那里的气味不对。这里怎么会有猎狗的气味？3大狮群聚集在这里，猎狗应该不会靠近才对。出事了！我女儿呢？刚才还在我脚边。狮王，这里有味道，味道往里去了。气味消失在了这里。白狮，蒙大，你的毛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女儿的气味和你的气味都在这里。我没有看见过你女儿，是萧宗让我来这查看水源的。他知道我鼻子最好。我是让你去查看水源，可没让你进这灌木丛里。蒙大，你为什么离开水源进这里来？灌木里有猎狗的味道，我进来查看一下。你女儿斑点应该是被猎狗叼走的。猎狗，3大狮群都聚集在这里，他们只敢在水源最下头舔圣水，见了我们也要绕3里路走。你告诉我，猎狗敢进来叼我女儿？玉刚亭谁身上都有土味儿，你说的那些我们谁也闻不到。我闻得到，可我闻得到，正是我鼻子灵，萧宗才让我来查看水源。撒谎！慧言，我儿子不会做这种事，他不会撒谎。证据就在脚下。现在，你第一时间不应该是对付我，第一时间是找到你女儿。你能闻得到吗？应该能。找不回来，2大狮群，铁棘狮群和列宗狮群没完。荒野感知启动，成长点扣3，圣灵，猎狗气味向东南，下游河谷约4公里。气味往下游走了。
你带路。白毛，是你杀了斑点。住手！回言！这里只有那只白毛的味道，不是蒙大做的，是谁？赤宗，你必须给我一个交代，处置白狮，否则今天就是铁戟狮群与猎龙狮群的大战之日。蒙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那团毛为什么在这里，我也从来没有来过这里。这里有野狗的气味，肯定是野狗干的。你没有来过这里，却能准确带我们找到这里，这件事就连成年雄狮都办不到，你却办到了，你还说自己没有来过？铁嘴狮群听令，住手！我们两大狮群开战，恐怕到最后我们都会两败俱伤，最后只被断崖狮群吞并。你们放心打，我断崖狮群不会参与，我们将后退5公里。赤宗，你必须给我交代，否则就算是灭群之战，我铁戟狮群也不怕。我赤宗第3子蒙大即刻逐出领地，不得再踏入3大狮群疆界一步。他是你的儿子，你要把他赶出狮群。2大狮群开战，死的不是一只崽，可能是所有的崽。我保不了所有狮子。我走。蒙大，我不是认罪，那只幼狮不是我杀的，我也没有见过它。总有一天我会查明真相，把真正的凶手揪出来。蒙大，你别走！三哥，你去哪儿？我走。兄弟们，照顾好妈妈。三哥，这破草原不公平！蒙大，蒙大，回言一定会在草原上找你，往南走。小心你的弟弟萧纵。傍晚，西塘水源附近，灰岩爬在角落休息，一只母狮走了过来。那只白毛一直往南走了。没有赤宗保护，他就是逃到天涯海角，我也要把他抓回来。第1步完成，白狮降临，救亡陨落。我等你回来，蒙大。南坡断崖下，蒙大没有停下，继续往南走。已脱离族群保护范围，建议今晚不能睡觉，一路向南。我一定会活下去，变得强大，然后带着真相回去。